来吧，豆芽的新玩具黑曼巴它又出新汽车了！我的天哪，这一回的这辆合金大汽车啊，拿起来的质感相当的压手啊，整体的车壳子都是合金铸出来的。看车前脸，奔驰的 logo， 前方这里的细节刻画，甚至这个进气格栅还是电镀出来的，真的非常漂亮。细节部位，这里奔驰的小 logo 竟然也有。大灯透明零件里边压着一些银漆的刻画点缀，相当的漂亮。哇，作为一个轮毂控，看看这里边的刹车，转起来超级溜啊！而且橡胶的轮胎，大级别的这个汽车啊，前方是有转向的。侧面这里的一些印刷，倒车镜做了细节的刻画，能翻折起来，但是也能看到这水口啊，挺糙的。后车窗的加热丝其实是个透明架，从这里可以看到窗户里边内构的一些细节。侧面这里透明的玻璃，哇，里边的档位刻画，屁股后方的刹车灯里边也刻画了纹理。定风翼上的涂装，全车4轮避震，压上去手感非常好。下方这里有开关，开到第1档。大灯会被点亮，后边的刹车灯也可以发光。第2档激发音效，发动。它的灯会根据声音的大小一闪一闪的。其实我觉得这些车模它用的应该是一套声音系统吧，几乎都差不多啊。车门打开也可以激发音效。哎呀，你说这奔驰弄一个这样的语音，是不是显得有一些拉了？门里边的内饰，方向盘、仪表盘的刻画，哇，这些内饰的细节可是一丝不苟的。还有座椅的细节，方向盘也是可以激发音效的，就是这个音效系统太拉了。你别用这个统一音效呀！如果说，能像是每一台车不同的这种声音啊，重录一些的话，应该会更带感吧。前机盖下方也是有一个小顶针的，从底盘顶一下，这里就可以抠开了。哇，里边引擎刻画的倒是细节不错了，油箱盖也可以抠开。但是总感觉这是一个电车啊，这充电口。这辆车的细节还有点很有意思的地方，后备箱盖打开，下方这里揪起来这个条，看，还有小工具，换轮胎用的扳子，小的3角警示架，旋转一下就可以把它放在车的后方。哦，推车开过来。像这种大比例的就只能是推车了，它并没有什么惯性了或者回力的装置，但是小1号的这个级别就有回力了。嘿嘿嘿嘿，这一辆嘛，晚点上基本和那个差不多啊，也是3档激发开关，开到中间这里，前大灯和后边的刹车灯会发光，全部打开以后发动。音效都是一样的，这个倒是前方也有转向轮，橡胶轮胎，轮毂的刻画也都不错，里边的内饰也还可以，方向盘同样能按，保时捷，屁股后边的发动机，前方也可以打开。这一辆其实没点啥，只是让我们感觉到 G1 怀旧党们会想起曾经的爵士。但是你说现在人家这车型都叫幻影了，都不叫爵士了。于是呢，这个黑曼巴它真的这么干了。这个系列的1:24车模啊，它其实包装看起来还是非常漂亮的，全部是透明的窗口，即使你不把它拆开，就这样展示的话，也非常的带感，就像自己的车停在车库里边，或者说停在展台里边吧。这里还有一个亚克力的小名牌，上面印着黑曼巴。哇，就是这辆车，就是这辆车，我们直接来开箱。这玩意儿的保护措施是真的好啊！我以为里边这是一个纸壳子，其实它是一个塑料架子。
看晃都晃不下来。你就这样摆在这里展示的话，哇，就像一个卖车的展台一样。当你拆下来的时候，还需要拧4颗螺丝。甚至我刚才在往下拆车的时候，发现这里还有一个小工具，扣在货箱底。拆下来以后，这个就是方便你把玩、抠门了什么的，拆一些小缝隙。哎呀，这个细节都想到了。另外一个这么便宜的1:24的小车模，看看这个上面的保护措施。咱们现场拆包啊，防止你漆面刮损的膜。啊，这个撕膜的感觉好爽！哎，朋友们，就这个包装的保护措施，再回想一下孩之宝的那个丢头雕，一摁就烂的那纸壳子，还有那些纸做的绑线，以前是真不觉得怎么样。对比一下，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对于玩具的保护措施，这可是十分廉价的低幼的盗版的车模产品线，而且全身的这个银漆喷出来的是一种颗粒感。它不是纯银，上面呢，但是你摸不到磨砂的质感啊，上面还上了一层光油，所以摸起来是十分光滑的。自带电池，需要把绝缘片拆出来。开关到第1档，车灯发光，刹车灯也发光。第2档，启动。虽然这个音效依旧拉。就是这个统一的音效词，我就说开车门不好抠啊，人自带这个小工具，你拿这玩意儿一拨就开了，这玩意儿还挺有韧性的，也憋不断。哎呀，我看看有没有汽车人的 logo 吧。汽车人的 logo 是真不敢印啊，不过他印了一个仿保时捷的那个盾牌，仪表盘上面也有涂装的刻画，下方的油门、刹车、离合器都有刻画出来，手刹、座椅的这个质感它倒是做出来了。后视镜也是可以折叠的，前轮左右有转向，轮胎纹的刻画很细腻，非常软的一个橡胶轮胎，轮毂的细节刻画也不错。但是这个灯就显得很廉价了，大灯这里就是一小灯珠，顶一下，打开盖子，空空的。保时捷的这个 logo 印刷的还是挺精致的，毕竟这块特别的小。发动机涂装是有分色做出来，但是这里会看到一个硕大的水口。其实如果说开模开这个零件的话，把这水口隐藏到其他看不到的地方就好了，但也能看到这一块一个大大的合模线。但再咋1:24的，你就不能跟前面那大的细节做比拟了。所以1:24主要玩的还是一个回力。哦呦，跑得还挺快的。尺寸差距这么大，自然细节也是无法相提并论的。但总的来说，蛇厂的这些合金车模，之前我们也玩了不少了。这一回能把变漆的这个幻影的车型涂出来，你看看。所以也是想起来之前变漆开拍的时候，大家也都在欢呼雀跃啊，保时捷这回终于放版权了。那么是不是也意味着后续我们 G1的爵士也能出来了呢？孩之宝对于保时捷的这个版权问题啊，也是纠结了很久。但翻回来看一看蛇厂，就想起那句话：别问版权到谁家，无奈蛇厂玩的花。那么得嘞，豆芽又有了3辆新的合金大汽车，又可以下去跟小伙伴炫耀了。这辆大奔驰的跑车是真他娘的帅呀！不过这2个是属于豆芽的，这款变漆的幻影呢，我就把它毛下来了。那么得嘞，今天咱们蛇厂的合金小车就玩到这儿吧。